进入10月份了，天气一下子就冷下来了。这个周末降温降得很厉害，已经有7、8度了。我这个地方实际上比天气预报的温度还要低不少，大概能低1、2度。现在的实际温度大概也就是6、7度的样子。这个周末是一直都在下雨，现在也还在下着雨。一般一下雨就什么活都干不了了，这2天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儿干。不过现在天气冷了，园子里面的活儿也没有那么多了。这一片是我趁着下雨前给它种了一些黑麦，希望后边天气不要冷得太厉害，还能让它发芽长起来。这种是越冬的黑麦，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可能明年就收不了谷物了，因为种的是有点太晚了。都说是一场春风一场暖，一场秋雨一场寒，确实是这样。下了几天的雨之后，真的是冷了太多。不过这些野生的梅豆倒是长得非常的不错，其他的豆角基本上已经衰败了。现在这些梅豆正是当时的时候。看看这些在雨中的小花，感觉是不是非常不错？不过这种豆子现在也没什么人吃了，吃这种豆子的话，要把它炒得熟熟的，否则可能会有一些毒素。现在这些苦瓜已经有点要衰败的意思了。现在是天气慢慢冷了，这些瓜类的周期基本上也快结束了，顶多也就是还有1、2周的时间吧。看看这些西红柿还在挣扎着，努力的变红。这些割过一茬的韭菜现在又长起来了。不过前几天鸡跑到这个地方给我乱刨了一通，看看这些都是被鸡给扒开，然后有些韭菜也被吃掉了。家里养的这些鸡还是特别喜欢吃韭菜的。以前我们在园子里边种过护瓜，今年没有种，不过今年也是吃不完的护瓜，因为总是有一些护瓜野生出来。看看这种野生爬地的护瓜，这个还很嫩，然后旁边的这一个就是一不小心就长大了。不过这种生出来的护瓜虽然很大，但是还是挺嫩的。这边叶子后边草丛里边也还有一个，个头也是不小了。然后旁边还有这种顶着花的小瓜，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让它们膨大了。今年的天气实在是凉得太快了，比往年大概是早了2、3周。现在出来要穿一些厚的衣服了，否则就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今年我们也是学着别人，在这种大整理箱里边种了一点茭白，秋天的时候也收了一点，味道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吃的。不过我们原本是打算临时放在这儿，然后挖一个水塘种茭白的，不过一直也没有抽出时间。看来这个计划只能等到明年了。地里的丝瓜还有一些，看看这些小瓜，这些应该还有机会能长大一点。然后旁边还有这种苹果丝瓜，那边有一个超巨大的苹果丝瓜，这个应该是已经长老了，我们之前没有发现，没摘下来。这边还有一点儿，从这边看丝瓜还是有一些的。看看这个苹果丝瓜，还有远处的2根普通丝瓜，长得还都挺不错的。这边还有一些苹果丝瓜。现在长得好的就属这些耐寒的小青菜了。看看这个芥蓝，上面还有水珠，看着晶莹剔透的，特别漂亮。这有一个野生的西瓜，可能应该是熟不了了。旁边的这是户外的黄瓜，原本以为它长不大了，但是现在看看还是膨大了一些。估计这一批就是最后一批的户外的黄瓜了。每一棵上面都有，长得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别看它的叶子都长了霉菌，然后长得病病殃殃的，但是结的瓜一点也不小。看从这个角度看看，这边还有2个。这边的茴香被雨水一打，被风一吹，都已经有点倒了。这种蒿子杆已经被我们割了一些，不过后边还有不少。看看在雨水下也是显得特别的清脆，特别漂亮。这一批的韭菜已经被割了一次了，丽丽正在家包饺子呢。我们是准备在入冬前把这些馅儿都包成饺子，包成包子，这样可以在冰箱里面冻起来。冻起来之后留着以后慢慢的吃。这后边还剩了3桶韭菜，看看这些韭菜长得非常大，非常健壮，而且也还是特别的鲜嫩。按现在的天气情况，这些韭菜应该还能再长1到2茬吧，应该还能再割1到2次。旁边的这颗冬瓜结了一个特别大的冬瓜，已经挂白霜发白了。后边还有这种中等大小的，也还有一些更小的瓜结在上边。像这种太小的冬瓜，估计就只能吃嫩冬瓜了。后边的天气情况应该是不允许它继续膨大了。像菠菜这种耐寒的青菜，在这种天气下长得是特别好的。看看它们，这些调播种植的樱桃萝卜，也就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已经有开始膨大的了。
这一批胡萝卜种的是稍微有点晚了，按今年的天气情况，很有可能最后膨大不了了。这边还有一些大葱，然后这种芝麻菜也是，现在也是越长越旺了。这些芋头的叶子已经有点发黄了，估计是快要熟了。丽丽一直盼着把它挖出来，看看芋头到底长成什么样了。无花果真是太能结了，已经摘了30多个了，现在还有这么多。像这种经常是成双成对的长在一起，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看看这种长的，这些生姜，我们再过2周吧，在霜冻日到来前给它都挖出来。如果是霜冻日提早了，我们就早点挖出来。我最后种植的这一批西瓜可能是有点太极限了，今年天气冷得太早，可能这些瓜已经长不了太大了。这边这2个也是，虽然种的都是小型瓜品种，但是现在膨大的还是有点不够，希望它们后边还能再长长。其实如果再给它2周的暖和天气，基本上就能长大，能成熟了。像这种太小的肯定就没戏了。今年这批西瓜最后一批了，但是种的还是有点太极限了，应该是再早一些的，因为往常天气冷的都没这么早，通常都是暖冬，今年看来是寒冬了，至少是冬天来得太早了。我们再给它些时间，再让它们长长，这些瓜也许还是能长熟的。天气太冷了，这2天是有7、8度，我这儿可能是6、7度。下周的话，天气预报还有3度的时候，我这儿很有可能就2度以下了。像这种大棚的网的这个地方，我需要把旁边的这个塑料布给它放下去了，至少在3度到来之前把这些网放下去。大棚的门现在我也是给它关上了，因为现在里边还是种了黄瓜。咱们进到棚里边看一下，看看这些是棚里现在的黄瓜。长得还可以，虽然没有像是天气暖和的时候，每一颗上面都有好几个长得成熟的黄瓜，但是现在基本上每颗上都有一个现在可以吃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小瓜。咱们再往里边走走，棚里边虽然还是开着窗户，但是还是暖和多了。看，像这种黄瓜长得就是特别匀溜。这些是早一批已经长起来，然后现在成熟的，后一批的感觉还是受了天气影响，天气稍微冷一些了，瓜长得就没有那么匀称了。看看上面这种小瓜就没有以前的那么匀称了。看看这些地方还有大的瓜，然后上面有小的瓜。现在的瓜也是不像以前那样每一个节点都能有一个瓜了。看像这种基本上是2个或者是3个节点才有一个瓜了。受天气影响还是挺大的，其实。看看这边还有一片的瓜，在10月份这个季节能有这么多瓜，其实我们还是相当的满意的。基本上这些瓜也是足够我们吃，甚至基本上都吃不完，还可以做一些酱瓜来吃。再往前走还是有一些。靠近这边的门口，这个门一直是开着的。这边的黄瓜个头长得是稍微小一点，不过这样也有好处，就是我们后续还是有一批的瓜可以继续采收。我们转过来再看看另外一侧的黄瓜，看看这边也是一样，有很多。这一根长得实在是太大了，这一根我现在就给它摘下来。看看，虽然有点弯，但是还是挺顺溜的，长得也挺好的。就是有点太大了，其实可能是昨天或者是早一天摘的话，这样的话口感会好一些。看这边这一批，现在10月份了，天气冷了，感觉这一批黄瓜就是我们今年这个种植季的最后黄瓜的盛宴了。后边虽然还有，但是估计后边应该不会长出现在这么多的量了，而且生长速度也明显变慢了。我们后边还是看看把棚的门啊，还有2侧的这个塑料布都给它拉下来，这样能让它更暖和一些，有可能还能再有一波小高潮。看这种黄瓜就是长得特别顺溜，特别好。之前有朋友问你，这个季节种在棚里的黄瓜授粉怎么办？其实前一阵儿棚里边还是有挺多蜜蜂的，大家也看到我2边的棚门都是打开的，所以蜜蜂进来授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天气冷了，蜜蜂确实是挺少的了。我估计这也是原因，就是为什么现在不是每一个节点都能做果了，而是要2个节点或者是3个节点才能做一个果。这可能就是授粉率低了。
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棚里边就是通风的话，靠有风这样晃动也是可以授粉的。另外就是我的黄瓜其实种植的距离不算是太远，也就是30厘米左右，所以其实它们是互相挨着的。这样的话，互相授粉也是挺好的，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不一定非要靠蜜蜂。有人说，可能你是不是人工授粉？其实在我这个地方，我从来不搞这些人工的方式，因为我这种自然授粉的方式产生的瓜果已经是足够多了，所以没必要费那个功夫来人工授粉了。天气好的时候，蜜蜂多的时候，蜜蜂基本上就把授粉的任务都给承包了，就根本用不上人来授粉，而且它们授粉的效率也高。我们已经能做到每个节点都有瓜了，那人工授粉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了。现在这个季节蜜蜂少了，也有可能人工授粉还能起到一些作用。不过，因为反正这些瓜我们也是吃不了，所以也就不费那劲儿了。不过，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天气冷了，即便是真的去用人工授粉，也不一定能够一瓜就是一个节点做一个瓜了，因为现在受气候的影响，它这种坐果率应该也就低了。看像这种，这儿有一个小瓜，大概就是1、2，还是3个节点，基本上3个节点才能有一个瓜了。再往上走也是，又是1、2、3个节点做一个小瓜。这个和春天啊，或者是夏天或者秋天早一些的时候，每个节点一个瓜，区别还是有点大的。棚里边今年我们还种了一些这种十字花科的蔬菜，这种大型蔬菜以前我们是不种在棚里的，但是今年也没什么可种的，就把这些剩下的苗移栽到棚里边了。像这种是西兰苔，叶子长得挺大了，但是还没有抽苔。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这些应该是豹子甘蓝，然后还有一些西兰花和圆白菜，都是这些十字花科的。希望后边我们把棚门关起来，然后温度上升之后，还能有个1个多月的生长吧。后边因为它们都是属于耐寒的蔬菜，只要是长起来之后，在我们这个棚里边，我们给它双层保护之后，应该是能维持很久的，应该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能进行缓慢的生长的。这样的话，看看吧，应该是能给我们冬天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蔬菜的。这棚里边的西红柿虽然现在品相不太行了，但是仔细摘一摘，还是能够摘下相当多的数量的。看看，这一些就是后来新的一批又长起来的。虽然我们后来已经不怎么打理了，但是丝毫没有影响生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当时移栽黄瓜的时候没有舍得把这些西红柿给拉芽清掉。其实后边在这个季节10月份还是能收一些挺不错的小西红柿的。像这种大的西红柿就不爱变红了，这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有一些，看看这边，其实还是远处那边有红的，这儿还有一个红的，看看我能不能够到把它摘下来。哇，哎呦，哇，看看这个长得还是挺不错的，红红的。这应该是那个紫色切诺基，这种西红柿生吃特别好吃。像这边这种长得像辣椒的，但其实这种是那种不辣的辣椒，有点像柿子椒的口感。这边这一颗上面也还有不少，看看这个秧子，不知道为什么折断了。后边还有一个比较大个的这种，这都是不辣的辣椒，吃起来也挺好吃的。这边佛手瓜的这个菜床里边，我们其实还是撒了一些香菜种子的。看看现在这些小的香菜苗已经长大了，长得相当不错。这边这几个佛手瓜现在已经爬到了丝瓜的地方了，旁边就是葡萄架了，还是挺能长的。昨天是趁着不下雨的间隙，我又给挖了一个树坑，但是没有挖完。本来是想努把力把它挖出来的，但是实在是太累了。这个坑又赶上了一个石头窝，就全是大石头，基本上挖不动。挖的腰酸腿疼的，结果就挖了这么大。等到雨停了，稍微干一干，还得继续挖。这样的话，我就能把今年的最后一棵树给种下了，然后今年种树的活就干完了。这边这些辣椒目前长的状态也还可以，
看看好多都已经变红了。我们其实已经摘掉挺多了，但是上面还是有挺多的。像这种上面还是有红有绿，然后也还在开花。看看旁边的也都是，像这种绿的特别多的，看的不是特别明显，这样应该就能看到了。上面的花还是挺多。其实如果是天气允许的话，后边应该还是能再继续结的。不过很快就要到霜冻日了，应该就快没了。到那个时候，我们还得提前把这些已经长出来的红辣椒还有青辣椒都给它收一收。收获的这些辣椒，后边就尽可能给它多做点辣椒酱吧，不管是剁椒酱啊，还是泡椒酱，还是其他的各种酱菜。现在这个季节天气凉爽了，茄子也开始萌发第二春了。看看这种圆茄子，挂了3个小茄子，长得还是挺不错的。这种长条的烧烤茄子上面挂的会更多一些。看看，在上边还有花儿，如果季节允许的话，还会生长。不过今年冷的是太快了，希望它们还能长大吧。这边也还有一些，其实像这些茄子呀、辣椒呀，如果是秋天的时候再给它们好好整理一下，比如说把老的叶子打一打呀，把老的果实给它摘干净啊，然后施点肥，其实这个季节应该是还会长很多的茄子和辣椒，长得特别好。不过我们没有功夫，后来也就没有处理。这个还被风给吹断了，把它摘下来。看看，哎呦，看这上边，这2个长得还不错，不过还是稍微有点小，但是大概也能吃了。我把它拿回去吧。远处那边枝头上面还有一些樱桃番茄，这些已经成熟了。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过去摘一摘，回去吃也是挺不错的。这边又是一颗野生西瓜，以前有一颗野生西瓜结了2个瓜，我们都已经给摘掉吃了。这个上边还有，这儿有2个。然后这边应该是还有一个，这儿还有一个，这上面长了3个瓜，个头虽然不算大，但是也还可以了。这是中型瓜的品种，现在的个头也就是小型瓜成熟后的大小。不过如果能熟了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前面的那2个瓜摘下来吃了，味道还挺不错的。看这一批是之前种的那一批冬小麦，小麦苗已经长起来了。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稍微稀疏一点。看看这些，总体长得还是挺不错的。看看远处，等到它长大了之后，这一片应该就变成绿油油的了。这个季节要说长得好的，还得数萝卜白菜了。看看这一片萝卜，开头这儿有几颗是这种红色的小萝卜，这边是出苗率不是很好。但是后边的这种韩国萝卜，还有大白萝卜，还有青萝卜，长得就挺不错了。看里边的萝卜，这些都是当时散播种植的，有一些种子的出苗率不太行，但是绝大部分还可以。看看，像这些萝卜秧长得很大的萝卜，其实都已经长挺大了。我现在是一个手拿着手机，一个手拿着雨伞，也没办法，就是剥开叶子给大家看。就只能这样看一看了。看看这一颗大萝卜，再往前走走，看看这个，哎，看这里边的萝卜，一般就是出苗越稀疏的地方，萝卜长得越大。因为实际上我们今年出苗率也就是一般吧，所以我们也没有给它建苗，有的地方有点密，就不是很大。这边这一片应该是那种大白萝卜，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个。看看那儿有一个，这边是出苗率不太好的青萝卜，这种青皮萝卜长得也挺不错的。我的稻草人都倒了。这边这一片也是青萝卜，看看，长得也还可以。这儿还有另外一个品种的萝卜，但是我忘了种的是什么了。来看看长相，看着长得有点像那种希尔里美性质的。但是不记得了，回头拔一个看一看。萝卜其实还是挺好种的，就是稍微给它散播一下，只要是出苗还可以，出来了之后长得就会特别的好。我这批萝卜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照顾，和其他种菜的方式有点类似，和其他秋菜就是撒底肥，然后撒种子，然后盖上之后浇水，基本上就这样了，就等它自然的生长。如果你要种的特别密的话，就需要建一下苗；如果种的不是特别密，就是连建苗这个环节都省了。
最后就是等着过大概50天或者是60天收大萝卜了。看看这种大白萝卜，哎呦，干脆给它拔下来一个看看吧。哇，这种白萝卜，我再拔一个绿萝卜。哎呀，这个绿萝卜应该是还能再长一长，不过现在吃起来应该也可以了。刚才这种神秘萝卜，我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也给它拔一个下来吧。这个萝卜长得，看看是圆圆的，等会儿切开看看吧。现在拔出来还是看不出来。然后咱们再拔一个韩国萝卜吧，就拔一个旁边的这个吧。这个应该是，看着应该是中等大小的。哇，这个萝卜属于是中等大小、比较小的这种韩国萝卜。另一面，其实我们还种了几颗秋葵，但是今年大家都不喜欢吃秋葵了，所以我们连采摘的欲望都没有了。丽丽是觉得她摘秋葵的话，总是要戴手套，然后一旦碰到皮肤上就特别痒。其实秋葵好像确实是，就是你皮肤敏感的人碰到它的枝叶之后，就是会特别痒的。几年前最早开始吃秋葵的时候，家里边还都挺喜欢的，各种方式，什么炒呀、烤呀、煮呀。都挺喜欢的，但是吃了几年之后就没人喜欢了，所以可能明年我们就不种了吧。这秋葵的产量也还挺大的，种了又没人摘，挺可惜的。这红萝卜就先不拔了，刚才拔了4个萝卜已经足够多了。这萝卜数量特别少，就先留着吧，等它长得再大一点。这边的糯玉米基本上我们都给把玉米收获了，还剩下玉米杆在地里边，我们就等它慢慢的变黄变干。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给它放倒了。哦，其实这些大的玉米杆特别漂亮、特别高的这种，我看现在万圣节了，很多店里边还有农场里边都把它捆成一捆在卖，就是当成装饰，大概也要7、8块钱或者是10块钱一捆呢。然后他们上面的那种摘下来的干玉米也会当装饰。我们其实去年也是把它割掉了一些，然后给它打成一捆，也是放在门口做装饰了。今年的话看情况吧，到时候我们可能也给它割几颗，然后捆2捆当装饰用。刚才看着玉米走过了，其实还想看看这一块的西瓜，这儿还有几颗也是今年我们最后一批的西瓜，只是种在了另外一个地块的。这一批里边长得比那一批稍微大一点儿。这一个个头已经不小了，但是看这个样子就是还是没有熟的。然后旁边的像这种个头就稍微小一点了，也是明年可能是这些瓜就不种这么晚了，还是要稍微早一点，因为赶上一个冷得早的冬天，那这些瓜基本上就浪费掉了。希望后边还能有2周生长吧，这样的话我们采下来，然后给它放回家里边放一放，估计虽然没那么好吃了可能，但是应该还是能熟的，至少有一部分吧。这边无花果树后来上面长了好多的这种秋果，这些秋果应该都熟不了了。之前有一批熟的，我们没来得及采摘，也没想起来，这些都给烂掉了。无花果还是挺能结的，太能长了。我们这个地方的位置稍微种的有点窄了，就是距离种的不太够，所以这批无花果有2颗吧，这颗还有另外一颗，另外一颗是秋天前不久才移栽过来的，一直在花盆里放着。看看远处那个长得是特别小，这个是早一些的时候移过来的，就已经长这么大了。我们就想最后给它可能修剪成那种灌木形状吧，这样的话不让它长太大了。但是也许冬天的时候又被从上面冻死了，明年春天又从下边发，所以不修剪成灌木，可能最后也是长成灌木了。这就是新移栽的那棵，然后这是从它的坑里边挖出的大石头。看看我们这种山地，其实种菜呀，还是种果树都挺不容易的，花了挺大的功夫还有精力来开垦土地。种树挖树坑就是更难了。动不动就挖着石头窝，全是大石头。
这边的这些是蓝莓，是有6棵是种在这种地里边的。希望明年的时候能结更多的蓝莓吧，结更多的果实。最后来看看大地里边的这一片吧。右边的这个是我们后来又移栽的，前几天才移栽过来的新一批的莴笋。这些莴笋可能最后就得拿无纺布给它盖一盖了，否则按今年这么冷的天气，应该是也长不了太大了。我们其实还是按去年的天气还有前年的天气来处理的，去年前年都是这个时候还挺暖和的呢，今年真是太冷了。这菜心儿现在看看还是在不断的抽苔开花，这个菜苔已经被我们看看旁边这种掰下来的，已经掰了无数次了。这种东西还是挺有价值的，挺能长的，一直掰一直有。这边种的这种牛心甘蓝就是牛心状的包菜，已经有点包心了开始。这些今年种的也是稍微晚了一点儿，当然按去年前年的气候应该是不晚，今年是稍微晚点儿。但是这些比较耐寒，所以应该是还是能包心包起来的。然后这块是这种西兰苔，看看已经抽苔了，其实就是长得特别小的这种西兰花。开始的时候净长叶子了，我们当时还在疑惑这个到底是不是西兰苔，那后来发现抽苔了，抽苔了的话还是我们想要的这种。这边还有一些还没开始抽苔呢。其实这个季节最适合生长、长得最好的，除了萝卜之外，就是大白菜了。看看这些大白菜，哎呦，这种，看看已经开始包心包得不错了，都已经硬了。然后这边的这些也是一样的，我再看一下，这个包的稍微没有刚才那么瓷实，这个上面还落了一片叶子，也是已经开始包心了，有的包的瓷实一些，有的是正在开始包心。然后看看这种娃娃菜，它旁边的叶子是浅绿色，中间就是黄色的，黄色的部分特别好吃。看另外几颗，这一颗的边上应该是之前扒叶子都给扒光了，这个包心包的不太好，但是这个心看看有多黄，特别黄，特别好看。这一片另外品种的大白菜，看看这颗已经是明显包心了，中间有点硬了，但是应该还得再长一阵子才能包心包瓷实了。来看看这些长得多大，特别的漂亮。白菜是不怕冷的，所以说霜冻日也没什么问题。然后看这边，往这边走，应该是又是另外一个品种了。看看，其实实际看的时候，还是能看出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异的，就是它的长势呀，还有叶片形状、颜色，还有包心的状态，都是不太一样的。在后边这一片是移栽的稍微晚了一些，所以现在包心包的相对是小一点儿。左手边的这些种的是斑点豌豆，这一批豌豆已经是摘过2次豌豆尖了，现在还有这么多啊。前面的右手边这一片也是同样的豌豆，只是当时是种的前一批的不同品种的豌豆出苗率不行，后来又补的。这一批现在长的是刚好刚长起来，也是到了能掐豌豆尖的时候了。看看这些长得也是挺不错的，这估计应该还是能够掐上2次吧，掐上2次的豌豆尖的。之前有朋友说，这种你如果把这种豌豆当成覆盖作物之后怎么处理？要不要把它割掉？其实我们吃豌豆尖就相当于在割它了。另外就是你如果纯粹把它当成覆盖作物的话，其实像这种豌豆也是特别省事儿，它不像什么小麦呀或者其他的牧草呀那样，你得在它青的时候给它割下来，然后当绿肥。像这种豌豆的话，你比如说你春天种，夏天的时候它自己就枯了，所以枯了之后就变成那种很小的这种干干的豆杆覆盖在地上当覆盖作物，挺好的。然后冬天是它们虽然是耐寒的，但是如果天特别冷了之后，照样也是会把它们冻死冻干。这样的话，它们也就变成了干干的豌豆杆了。这种豌豆杆冬天的时候覆盖在地上，就是变成了很好的就是覆盖土地的这种，就和稻杆麦杆的作用有点类似了。那种杆子覆盖在地上，能够保护土地呀，
保持水土啊，不至于水土流失，还能够吸引蚯蚓呀，然后促进微生物的繁殖。另外就是豌豆的这种根部，包括其他的豆类也是，还有小麦这种谷物类，很多都是根部都是有这个根瘤菌的，就是能起到固氮的作用。也就是说，种植这些东西的话，你的土地会越来越肥的，就是氮含量会越来越高。所以它的杆覆盖在土地上，根部呢就跟土壤一起，就是也是慢慢分解，就变成土壤的一部分了，就给土壤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肥力。明年你要想在这块地再种其他的东西，这块地的土就肥了。好多农场都是，就是像我们远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是看不见，因为有树都挡住了。就是现在树的缺口的地方，我把镜头举高一点，就远处有发黄的地方。它其实就是他们家大概有50英亩的地，它这地是包出去，包给专门的公司去种的。然后这个公司会就是每一年吧，就是种1年的毛豆，就是大豆，然后肥地。第2年就会种玉米，因为玉米对氮的消耗是挺大的，然后会吸收很多的养料，所以的话要隔1年种毛豆去肥一下地，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平衡了。其实也是一种特别好、特别常见的一种轮作方式。这边这一片生菜，现在已经不是最佳的状态了，不是上周的那种最鲜嫩的状态了。不过现在其实吃起来也还是挺好的，就口感和味道也是比超市买的还是要好很多的。秋天种生菜的一个好处就是不用着急，因为现在的季节冷了，所以它也不会开花啊、蹿高啊、抽苔了。然后叶片会一直保持这种脆嫩的这种状态。其实生菜要算我秋天种植的这些蔬菜里边不是特别耐寒的了。生菜的话，如果到了霜冻日，它的叶子会被冻坏，如果是温度太低，就会被冻伤、冻死了。不像其他的白菜呀，或者是萝卜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油菜或者菠菜那样那么抗冻。这边丽丽还移栽了一些其他的小青菜，我看看这些应该是。这种应该是乌塔菜，这是很明显的乌塔菜。然后前面一点呢，这种是芥蓝，这个应该是它从那个菜床那边挖出来的，移栽到这儿的。然后这边还是有点耐寒的莴笋，然后这儿是一点香菜，香菜应该也是从那边挖出来的。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看起来像是奶油白菜。这些应该是还能膨大一些的。这边还有一点早春红玉的瓜，这些就是夏天的时候已经收过一批瓜了，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又开始萌发第2春，然后又开始结瓜。之前也摘过一些了，现在还剩点，看看这个长得还挺不错的，还是结了一些又挺不错的瓜的。所以其实西瓜还有其他的挺多的瓜类都是有第2春的，就是一个季节能收2次。就是入夏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收1次，然后到秋天、秋后又可以收1次。看看这边还是有一些，这儿还有，那边还有小的。菜园这边有一个大南瓜，这个长得挺有意思的，卡在网里边了。看看屁股卡在这边，然后头的地方卡在这边了。这个可能还得拿刀把它砍下来了，之前没太注意它。这边还有这种长大的南瓜，但是应该是没有机会变黄了。这边草丛里边还有，像这种小不点南瓜，现在天气太冷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长起来。其实再长大一点，长成那种嫩南瓜，还是炒起来还是特别好吃的。这个也长大了，没有那么嫩了。其实嫩南瓜要比西葫芦呀或者夏瓜那类的瓜要炒起来好吃多了。把刚摘的这些菜给它洗一洗。这个是红根儿的，看起来好像就是心里美了。看看冲洗过之后，这些萝卜一下子就漂亮了很多。把萝卜缨也给它冲洗一下。
看一看，不光是萝卜长得特别好，萝卜缨儿也是特别的鲜嫩。像这种拿它来炒一炒也是特别好吃的。不过现在的水实在是太冰冷了，冬天真的是要到了。